会伤及脏腑，南将军出血严重，恐怕……给我保他的命，不然我杀了你！是啊，末将定全力以赴。将军，望城失手了。着急了。 殿下可是做噩梦了，要不奴婢还是扶您回屋歇息吧。殿下，刚接边郡急报，望城失守，钟将军重伤。阿九怎么样？具体情况还不知道。 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有阿九在，边郡不可能守不住。这军报上只说敌军是从信古关突破的，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梁强。他作为信古关的守关将军，出了这么大的篓子，无论是战死还是失踪，都应该有个交代才是。除非…… 他本身嫌疑甚大，而且牵连甚广，所以在这个关头只能按下不提，以免动摇军心。望城何等重要，一旦失守，云中郡就危险了。若云中郡再守不住，大楚就危险了。 谢来口出狂言，要杀朔漠王，现在连边郡都守不住，一定要严惩。这次丢一座城，下次又丢一座城，边郡能有多少座城可以这样丢啊？长公主如何笃信这等急功冒进之人？这样下去还得了啊！诸位。 事已至此，争论这些有何意义？如今朔漠王送来使信，说要议和，臣以为应暂避锋芒。大楚绝不议和。不议和是要继续打，望城数万百姓不管了。朔漠王要称兄道弟，割让城池，这是议和吗？这是丧权辱国。大楚10几万将士的血不能白流，我父亲这10几年的坚持亦不能白费。殿下丢了望城，还这种态度，让天下人如何看？不如暂别朝堂。 此事交由本官处理。太傅这话的意思是，这次边军失误是我的责任。谢燕来是你的人，边军失利自然是你难辞其咎。我为主将时，边军无事。自太傅派监军插手，尤其是你重用的梁强，守备失职后，朔漠才破关而入。 殿下现在也会推卸责任了，那倒不如说，正是因为本太傅插手太晚了，才导致边军蛀虫遍地，积重难返。就算重用了梁强，也无法挽回这推败之势。太傅以为，此次边军失误，朔漠占据一城，对谁有利呢？
世子，洛城距离楚都已不足100里。当地的世家大族限期3日之内前来拜访，我会应允他们，此城池交由他们的子侄来管理。当然，拒绝听命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世子放心，宁先生已经给了沿途世家的名单，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前方还有多少兵马？军中有将近2万驻兵，楚都也正出兵驰援，但并不足畏惧。若他们反抗，便一战击溃，就可以长驱直入楚都。另外，还有几件事。说，长公主孤身入萧南王府，以世子性命，要挟王爷退兵。他怕是不知道，无情最是帝王家，什么父子，什么亲情，都是权力斗争可以牺牲的筹码。他竟妄想以此来要挟父王。楚都密报，谢艳芳已拟好楚兰满门问罪的圣旨，却压着没有发。好一个无情无义的谢三公子啊！阿昭怕是信错了人。楚灵一死，便立刻拿楚家祭旗啊！另外，我还有一事。哦，楚兰一家失踪了。好了。那正好。若是楚兰尚留在楚都，我们反被掣肘。哼。不过靠楚兰那个草包自己能逃离楚都，定是楚昭暗中安排。那我们这个筹码拿在我们手中最好。传令，封锁所有要道，务必抓住楚兰一家。是。大人，萧南王的兵马离楚都不足100里，途中的百姓盲目加入，恐生事端。之前派出去给萧巡宣旨的大人呢？那位大人至今杳无音讯。谢艳芳猜的没错，传令信兵是假。看来萧巡要借此事硬闯楚都逼宫了。萧巡沿途散播谣言，声称奉诏进京擒王，他分明是借机煽动民意，蛊惑人心呐！最怕的就是这，都城中的百姓也被其蛊惑。太傅大人应早做打算，倘若任其继续蛊惑民心，大人，大人。此番多方势力争斗啊，没料想受益最多的竟然是长公主。于累累尸骨之上成就长公主美名，也不知道那楚将军泉下有知，是否应该感到欣慰呀？我父亲欣不欣慰，就不劳王爷操心了。王爷时隔多日，再请我来，是不打算再留客了？哎，本来呢是想请长公主多留些时日，以尽地主之意。可是如今这大楚这天下，它离不开长公主啊。王爷说的是，那便多谢王爷的款待。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来这萧南王府转一转。长公主莫不是忘了？这朝廷啊，已经封本王为郑国王了，持金玺绶带，享诸侯王权，所以这萧南王府也该改为郑国王府了。哎，不过这件事情上啊，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。说来也有趣，这谢三公子10岁的时候博弈之术便冠绝天下，故意输了50手，就为了最后一招屠龙，以区区残骑杀得他恩师是片甲不留啊！彼时的一桩奇谈可是传遍了整个的大楚。哎，谢小将军，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？你兄长最厉害之处，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。看似你我相争，
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旗者。王爷今日话多，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？哎，谢小将军，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，莫不是？我不是谢家之人，我也没有兄长。看本王这记性，差点给忘了。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。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，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，人生截然不同，当真有趣啊！王爷慎言。哎，长公主莫要动怒嘛。本王就是好奇，同是谢家人，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？毕竟没有谢三公子的默契配合，你的计谋是成不了事的。不劳镇国王操心，本宫祝王爷身体康健。毕竟，要再培养出一个合乎王爷要求的世子殿下，并非易事。长公主此番能顺利与萧南王议和，全赖太傅那道圣旨。如今他亲至府上致谢，可见他已明白，若无太傅助力，他寸步难行。殿下既知太傅之能，此番示好，怕是有意结盟。权力不握在己手，终是虚妄。楚灵一死，云中郡便是群狼环伺了。纵使有钟长荣坐镇，朔漠、萧南郡都在虎视眈眈，岂是区区一张盟约能够约定的？当初谢艳芳退回我的调将文书，他却在解围萧南郡中夺占了先机，获得了最大的好处。如今局势变更，与谁结盟，都得三思而后行啊！长公主真是带坏了楚都闺女了，让几位女子抛头露面，还要搞什么楚人文会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哪位正经的读书人会去啊？景公子说话可真有意思。只许你们男子吟诗作对，就不许我们女子办文会了？莫不是怕被我们小小闺阁女子比下去不成？你竟口出狂言！景公子，我们办文会是为了有志之士可一展才学，而不是像你和你这些同窗一样，只有无能之辈才会在背后诋毁他人。才学的事儿，你偷不来也抢不走。你在这说大话没用。好，那今日不妨我们就来比比，让大家都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读书人。好啊！但若你输了，便不得再对我们文会有所诋毁，更不许阻拦别人参加。比就比，小小女娘如此猖狂，那棋艺、书艺以及才艺，还请景公子不吝赐教。阿汤，你的棋到底行不行？之前同阿江姐姐学过些许，对付她足够了吧？你跟女子学的能学到什么？啊？还要继续下吗？会下棋有什么了不起？都是你们小女娘们打发时间的小游戏罢了。就是，我们比书艺，我的